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3月29号晚上小米 SU7 突发了重大的事故爆燃，车头全毁，3人 死。根据媒体报道呢，3人为20多岁的女大学生，驾驶小米 SU7 前往安徽池州去参加事业编的考试在高速路上呢发生了碰撞，然后车辆就烧起来了，发生了爆燃。有家属称呢，是因为车门打不开，3人活活的被烧死了。从视频上也可以看出一辆新能源车撞到了高速公路的中间护栏，起火燃烧火还是蛮大的呀，车头已经基本全毁了。根据官方初步调查显示呢，事故车辆为小米SU7的标准版，事发前处于 NOA 智能驾驶模式以116公里的时速巡航，因路段施工，车道被临时封闭，并且呢改道至逆向车道。车辆检测到前方路障后呢，系统发出了请注意前方有障碍的语音提示，并自动减速。驾驶员在1秒内接管车辆实施转向和制动操作，但是呢，最终以97公里的时速撞到了护栏上。碰撞后，车辆电池呢迅速燃烧，车门因断电锁死，乘客无法逃生。经过持续15分钟的燃烧车辆主体结构呢被烧毁，仅存碳化的车架和部分金属部件，从电池包完全解体了，电芯碎片散落到周围，乘员舱座椅骨架变形安全扣因高温直接熔断了。事故发生第3天，小米SU7才发了一则声明，称已经成立专项小组呢赶赴现场，配合警方调查，并提交了车辆行驶的数据以及系统运行信息数据显示呢，从系统提示障碍物到碰撞发生，仅间隔了4秒。驾驶员接管后2次调整方向，并增加制动力度，但未能避免事故。紧接着，疑似遇难者家属也发布了一则质疑小米的帖子，家属对小米的处理态度呢非常的不满，称事发后呢未收到官方的慰问或者是主动沟通更有家属呢发视频，但是呢被删除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被删除的视频。对于昨天那个事件，我要声明一下，我来自湖北黄石，我叫宋子云，这是我的身份证，大家也看得清楚就是我的外甥女，她是29号的晚上10点多出的事故，然后是早上6点多通知的家属，然后过去的。我是6点多接到我婆婆的电话，然后我跟我老公说了，我老公就带着我公公婆婆然后去安徽那边了，他是去那边考事业编的，然后带着就是2个同学一起过去的，是晚上10点多的时候。然后我老公过去那边之后，警察他说是初步诊断就是那个车全部烧没了，照片大家也看得到，然后车门它是锁死的，就是打不开，然后前面2个女孩全都是活活烧死的，后面那个女孩呢，就是路过的人他把她救出来了，但是在路上，就是在救助的路上，还没去医院的路上就已经走了，就是3个女孩全部都是烧火，就是火烧着，就是烧死了。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女孩，她是独生女，反正我是没有去那边，因为我在家带2个小孩，我老公去那边了，家长全都是很特别伤心的。然后我的姐姐也是，她没有发抖音，是因为她很久没有玩抖音了。然后我们昨天就发现了那个视频，我们就在里面评论了，好多人说我为了蹭流量什么的，我根本就不是什么蹭流量，我是实话实说，所以我今天就跟你们说一下。然后今天我姐姐跟就是我老公还有个哥哥，他们就去安徽那边了，就是具体情况还看那警察是怎么说的。我姐姐去他那边还小孩都没看到，就是全部烧没了，只有那个骨头了，骨头那个警察也不让看。然后今天过去的话，就是看警察就是说确认这个事故是到底是怎么导致的。就是第1天去的时候，那个警察他是初步诊断是说这个门锁死了，然后打不开，人活活的烧死的。
大概就是这样子，具体情况的话还要等今天警察是怎么说的，看到底具体是什么情况。真的非常的可惜啊。我们接下来看啊，从网络流出的微信聊天记录看呢，一名为华的人呢自称是其中一位遇难者的男朋友。他介绍了事故的大致情况呢是，车辆在撞击后起火，车内3人全部 死，其中一位系车主也就是他的女朋友。车子落户是在他的名下，方便做贷款。事故原因主要是车辆撞击开始燃烧后车锁未解锁，遇难者无法打开车门。侧向的施救者也来不及破窗施救，因为车辆快速起火并蔓延。他提供了事故车辆的照片照片显示车辆被严重烧毁，只剩下车架车门均属于关闭状态。从照片判断起火点是位于车头，车头几乎被烧掉了，后轮胎还在，车内只剩下金属架。当时驾驶人的父亲昨天也在媒体上发声了。主驾的是我女儿，那旁边那个是她的同学，另外一个也是同学，他们3个人是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从我们发生这件事故了之后，一直跟小米在联系，得到的官方回复就是我们已经在上报，信息已经在上报。这个事情没有任何人，小米不管他是官方还是私人的，没有任何人跟我们接触过。出了这么大事昨天晚上小米的雷军在时隔72小时后在微博上发声，表示了哀悼和慰问并承诺小米不会回避。全文看下来只是做了一个表态表示会持续的配合警方，会跟进事件的进展，尽最大的努力回应家属和社会公众关心的问题对于雷军的最新回应家属表示相当的虚伪。小米所谓的专项小组也没有跟现场的交警沟通过，我不知道他是在和谁沟通的。如果说专利小组跟警方联系了，而不跟家属联系，不是更冷血吗？公司出了事，慰问一下3位家属，不是应该的吗？这里就不做评价了呀。后续小米汽车又回复了几个问题。第一，就是为什么没有联系家属呢？解释为联系了，可是当时车主不在车上，是他女朋友开车的。后续有派人去当地配合警察，但是警察不同意第二个，网上有说事故车已经连夜拉回了北京这个没有车还在警方那里。第三个事故的车速，当时智驾状态行驶，车速为116公里每小时，撞击的时速为97公里每小时。第四个车辆为什么起火？小米表示不知道，还在调查。第五个车门真的不能打开吗？小米表示不知道，没有结论。第六个，发布会宣传的 AEB 等主动安全呢？小米说的是智驾退出，就是驾驶者没有接住而且 AEB 对于雪糕筒木马、石头等障碍物都是分辨不清楚的，也就是说他们无能为力了。从这些回应看小米公关还是相当专业第一次公告的时候他甚至都没有说出到底几个人 死了，也没有提示3个女大学生。这一点看是在维护自己的潜在客户毕竟从比例看小米 SU7 的女性车主更多一些还有就是联系家属方面，小米也是一直在回避，说什么警察不同意，意思就是全部都在走正规的流程。小米肯定是有能力联系家属的，但是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为什么不联系呢？如果车企一出事就联系家属，那么就只能证明车企有问题。现在什么都没有查清楚就一切按法律办事，只能说这确实非常的冷血。但是就专业性而言这也没有多大问题但是也有网友对小米的回应数据报告提出了质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看了小米昨天发布的那个公告，我有几点想问一下小米，就是你为什么会把几分钟甚至10分钟以前的提示信息也给发布上去？其实跟你最后碰撞那几秒钟有任何关系吗？我感觉关系不大。你们的目的是为啥？第二点，为什么你们的状态信息是以秒为单位的，而不是精确到毫秒为单位？我之前也有看过你们的
事故调查的一个报告的文档，你们的那些信息是精确到毫秒级的，而且它的状态信息也非常多。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个信息精确到毫秒，而且为什么没有对应时间的速度是多少，加速度是多少？我们再看一看另一台车的事故调查报告，你们看一下这个持续的几秒钟的这个时间，它的信息有多精准，当时的加速度是多少，当时的速度是多少，最后的碰撞时间点是精确到毫秒左右的。还有一点，当时驾驶员接管这个车的时候，速度是多少，你的自驾有没有主动减速，减速到了多少，减速度是多少？为什么你们的碰撞时间点没有精确到毫秒，反而是精确到了秒与秒之间？我说你精确到秒都已经非常的不精准了，结果你把碰撞时间点搞到26秒到28秒，正确的一个碰撞时间点精度应该能达到多少秒多少毫秒左右。如果你的报告里面有加速度值，那就很明显的就能看出加速度是多少了。你们的报告明显在回避驾驶员在接管之前他的具体速度是多少，他的接管时间点是多少秒多少毫秒，驾驶员接管了多少时间，从你们的报告里面是看不出来的。而且你给了一个很宽泛的时间，别人就可以解读成接管1秒钟碰撞，2秒钟碰撞，3秒钟碰撞，这个解读出来概念就完全不一样了。还有一点可以从小米这个报告里面看出，他最后接管的时候也是带着方向接管的，为什么他不是直接踩刹车方向不动呢？因为他最后接管的时候已经没有空间往前直行了，车已经到达障碍物前面没多远了，他必须打方向机动避让，而且在这种高速的状态下打这种转向角度进行避让，而且踩刹车很有可能导致车失控甩尾。当时车有没有失控？说到底呢，还是关于智驾的问题。在车企盲目鼓吹之下呢，很多人都把智驾当成自动驾驶来开了。等真正出了事啊，车企就会拿出各种协议来规避责任，在发布会上可以吹得天花乱坠的，到现实中呢，直接法务出马呀，更是删了很多的视频啊，就没有那么多感情因素了。小米 SU7 的成功呢，是雷军带来的，他是押上自己所有的声誉来造车嘛。这种自带流量的营销方式呢，确实让小米SU7啊销量飙升。但是当出事之后，肯定会遭到这种流量的反噬的。在雷军没有发生之前呢，很多人就认为啊，雷军就应该站出来说两句啊。等发生之后呢，情况也没有多大好转，现在的媒体也是铺天盖地的。这次事件呢，肯定会给小米带来巨大的影响，股价已经大跌了，再加上前段时间的高位配股，这些港股的接盘侠们呢，估计要遭遇到大瀑布了。还有啊，盲猜一下，这个事件小米到底会不会赔钱呢？从发布的公告上看呢，大抵是不会赔钱的。这么久都没跟家属联系呢，就已经注定了。这里说一个非常恶心的事情啊，就是谁呢？是比亚迪。他们的高管呢，在事发后就发了一个微博，表示啊，他们家的车最近也出了车祸啊，直接撞到大货车上去了。但是呢，人员非常安全，也没有起火啊，简直是公路坦克啊。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实际情况就是这辆出事故的小米 SU7 标准版用的就是比亚迪的电池啊。后续如果调查事故的原因就是比亚迪的电池出的问题的话呢，那这回旋镖真的是太快了，直接插到了眉心上啊。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有媒体到事发拍了一段的影片。那么在小米SU7的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其实我们也来到了就是 G0321池州段的高速公路的事发的这个现场。在刚才其实已经可以看到，就是龙门架上有一个施工警示的一个电子牌。目前可以看到，其实
都是一个实线的一个状态，长实线的状态，因为是一个桥梁或者是一个长的曲线的一个高速公路，所以说这个路段基本上都是实线。那这样一个情况，其实对车辆的 NOA 驾驶来说，就车辆的智驾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好工作的环境。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2公里的施工警示牌，这时这个路上的实线也变成了虚线。其实据了解，在当时事发的时候呢，这个车一直是属于一个 NOA 的状态，也就是智能驾驶辅助的一个状态。那这里是一个600米的一个警示牌，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可以看到有这个阶梯减速的一个时速提示了，应该是从这条路的理论限速120公里开始，一直减到这里是一个100公里的减速牌，然后再往前呢，可以看到有一个就是2车道并1车道的一个指示牌。那这条路的路况呢，其实已经和2天前发生事故的时候完全是不太一样了。因为那么当时发生事故的时候呢，其实是借道对向车道的这么一个引导线，那么其实现在呢，其实已经是改成了两边车道2并1，分别2并1的这么一个规划。那在这里其实可以看到，已经有时速的提示已经降到80公里每小时了。如果当时在这里已经很快就降到60公里每小时。那么如果说当时小米速7的这个智驾的这个前视摄像头能够识别到这几个路牌的话，这个时速牌的话，其实应该可以把车速降到60公里以下，那么其实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事情的发生。那么在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看到左侧有很多的雪糕桶，已经接近这个当时事发的现场，已经不足500米了。现场其实已经改道了，已经是2并1各走各的，这个高速公路也不存在借道对向的车道去的这样的一个引导线了。那么其实也没有办法复现当时的事发当场的一个道路情况。那么在这个地方其实有密集的提示，是向2侧并道的这么一个提示，而且桩桶摆放的也非常的密。前方其实已经可以看到事发的现场了。那么其实中间是有一个大概不足100米的一个缺口，如果当时是改道对向车道的话，这个100米的缺口在当时公布出来有110公里以上时速的情况下，而且还有不到2秒时间接管窗口的情况下，对于一个老司机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也是一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那么其实无论对于新司机来说，还是对于老司机来说，其实都不应该过分依赖于智驾。不得不说啊，晚上开车呢还是要小心一点。智驾现在就应该当智障来处理，你可以好奇玩一下，但是呢，绝对不能相信的。更重要的是啊，大晚上的，即使技术再好，也不要开到110的速度狂奔呐。这个驾驶者呢，确实有点不应该了。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谢谢观看，拜拜。不知道，那我今天他上那个他哪啊？他跟着乐队是来吧，来。